赵露思女星很瘦，上镜却显胖，滤镜放大观众视线。前段时间，网络上有媒体曝光了一组赵露思出席某活动的照片，并称其为赵露思生图。这个话题一出，立马引起网友热议，成为热搜。但尴尬的是，热搜上的话题都是惊叹赵露思的美貌，却对这张图提出了质疑。看到这个热搜，网友们都觉得尴尬。所谓原始图片，是指未经后期处理，完全还原为真实状态的图片。这里晒出的原图明显是经过修图处理后的照片。随后又有网友晒出别人镜头下5:5的赵露思，并质疑照片中的赵露思看起来至少120斤。不过在此前赵露思晒出的照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赵露思在拍陈芊芊的时候，其实身材并不大，达到了80斤，最胖的时候也没有超过92斤。或许是实在受不了网友的恶意评论，赵露思晒出自拍回应我是生活在滤镜下的女艺人。如此高的情商反应，也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对于明星来说，镜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暴露在大众视线中的是颜值身材的刑场，还是向大家传递欢乐的渠道？对于现在很多人的审美来说，瘦才是真正的美，瘦是当红女明星的基本要求。然而，我们透过荧幕看到的女明星们的状态，真的是她们的真实状态吗？上镜女明星到底有多瘦？秦岚之前在纪实访谈节目《女人30加》中提到，真正上相的演员私底下像鬼一样，长得不好看，生活中看起来很正常，长胖了很多镜头。秦岚的话确实印证了镜头对女明星的残酷。在平时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女明星中，有很多曝光的路透图可以说明这一点。实际上，她们变得越来越瘦。唐嫣在娱乐圈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瘦子，如果她出席活动穿裙子露腿，那筷子腿一定是网友们疯狂夸大的对象。日常穿搭，就算是休闲装，也能看出唐嫣真的太瘦了。略带镂空的薄牛仔裤，2条瘦削的手臂。之前颖儿一直被网友吐槽长得美，称她为大妈也不为过，但长得漂亮之后，她太瘦了，所以被网友评价是有肋骨的身材。她太瘦了，但是这种骨瘦如柴的感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感，甚至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。在《延禧攻略》中饰演明玉的江子欣也是一位骨感美女。这张与另外2位女星同台的合照，身穿粉色吊带裙的江子欣手臂和颈骨都比较突出。她太瘦了，没有什么美感，反而让人看起来有点威武，而且肩头比例变得不协调了。另外2位身材匀称的女明星，相比之下就显得舒服多了。关晓彤在镜头前总是被说很强壮，但在路人看来，细肩细臂、精致的脸蛋，简直太瘦了。对于关晓彤这样骨架比较大的女演员来说，上镜确实是吃亏了。女明星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，她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镜头，还有舆论。随着现代人审美的不断变化，明星们也要学会迎合屏幕前观众的审美。瘦就是美，所以女明星为了在镜头前好看而不停地打扮漂亮，导致真正的女明星瘦得像闪电一样。镜头才是显胖的真凶。我们知道人是立体的，但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电视画面和照片却是平面的。如果将拍摄的3x3维投影到一个平面上，显示出来的画面自然会被压扁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电视的屏幕越来越宽。如果把过去正常协调的方脸放在现在，就会变成宽脸。所以在这样的宽银幕条件下，难免会在镜头上显胖。还是拿赵露思来说吧，她的脸其实一点都不大，但是上镜的时候总是肉肉的，总是被误认为是100斤。此前，她曾在粉丝嘉年华上以8环的优异成绩成功夺得射箭冠军。除了标准的射箭姿势，让网友惊喜的还有射箭后赵露思的美貌和甜美笑容。那时候的相机刚刚好，她看起来也很苗条，但脸型受到影响。知乎上的一位回答者表示，现在的宽屏让屏幕上的人脸普遍变宽，适合拍照的人脸只能是瘦削的鹅蛋脸。但如果有一天电视屏幕变成了细长的竖屏，那又怎样呢？适合上镜的脸型会不会发生转变？到时候会不会变成宽脸型的天下？
我们可以这样猜测：胖瘦观不平衡，审美也随之改变。中国唐朝的审美情趣，在女性审美方面，主要体现在女性以肥为美，宽额圆脸，丰满性感，髻高耸，衣襟飘飘，使得她们看起来华丽大方。但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现代人更喜欢苗条的女生，骨感美成为了女性的时尚，有骨有肉的衣服也成为了男人追求的完美身材。普通人为了追赶潮流，为了让自己的容貌更美，纷纷去打扮得漂亮。而比常人更在意自己容貌的明星，则想要控制体重，以更好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。相机为追求健康而美丽是正确的决定，但为追求瘦而采用不合理的美容方法，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或大或小。我们知道的一些不合理的方法包括节食变美、抽脂、吃美容药等。谢娜之前在综艺节目《那说的》中分享了一个绝妙又好看的方法，她淋上辣椒水，裹上保鲜膜，然后上蒸笼蒸15分钟，氧气直接掉到地上，美容歪门邪道比比皆是。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捷径可走，尤其是在美容方面，结合合理运动和均衡饮食的美容方法是迄今为止最健康的方法。时代虽然影响了审美，但不能影响我们的健康。换位思考后，被镜头审美束缚的女明星应该尊重自己的权利。瘦确实比胖有更多的好处，但这都是以健康为前提的，只瘦不健康，没有吸引力。对于胖瘦的审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明星作为人，也不过是经过精美包装的普通人，不应被镜头和畸形审美所束缚。对于赵露思出生照引发的争议，你怎么看？欢迎来到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看法。杨洋、张天爱被发现穿同款衬衫，被发现的细节让人哑口无言，感觉杨洋的粉丝有时候保护孩子是很认真的。杨洋不管和哪个女演员合作，总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言语攻击。之前杨洋和郑爽合作过，微微一笑很倾城，但是最后观众觉得杨洋和郑爽很般配炒作 CP， 最后却成了杨洋一家的粉丝对郑爽有抵抗力的人，出现了郑爽的策划牌被撤掉的尴尬一幕。那时候你不会说郑爽在蹭杨洋的人气吧？这实在是有点太没必要了。后来就没说郑爽了，因为杨洋在采访中说这是他的事，我不是很了解，让大家对杨洋的印象变差了。之后杨洋和刘亦菲也是这样合作，现在张天爱也是这样。刚开始和张天爱一起拍戏策划的时候，粉丝说张天爱是大妈，跟杨洋完全不搭，可她跟杨洋一起去，你怎么不骂她一顿？事实证明，杨洋和张天爱的关系真的很好，据说还会私下一起出去蹭蹭。现在两人又合作了，舞动乾坤。在这部剧中，杨洋和张天爱也是要组 CP 的，所以可能粉丝们对这个组合真的不满意。不过说实话，现在杨洋确实人气很高，但是张天爱的实力和颜值，包括度人气，似乎不比杨洋差。要说热度，我不知道谁需要热度。虽然我不是张天爱的粉丝，但是我总觉得张天爱被别人无缘无故的骂，应该是不忍心的。不过最近却碰巧发现两人穿着同款衬衫，看似不是同一种款式，但真的是同一件衬衫。前几天杨洋出席活动时身穿牛仔外套，内搭红色格子衬衫。前2天张天爱现身机场时也穿了这样的衬衫。观察之下，发现两个人穿的好像是同一件衣服，因为两个人穿的衬衫线头好像是一样的。这种观察被称为细致观察，但仔细一看，确实有点像。衣服是品牌赞助的就没意义了。总之，不可能赞助一件让两个人轮流穿吧，也不可能赞助2个一模一样的现成端吧。所以很多人问张天爱和杨洋在一起了吗？对此，粉丝给出的解释是，杨洋和张天爱的衣服是同一品牌赞助的，所以很正常。如果真的相同，这个理由似乎就不成立了。还有一件同款的外套，两个人虽然因为合作而结下了情缘，但也不会这么快就这样公开的吧？毕竟他们俩还是当红的小生小花。如果现在两人真的公开恋情，说实话，他们就是下一对关晓彤和鹿晗了吧？
粉丝肯定会捏吧。其实作为路人，我觉得杨洋和张天爱真的很般配，毕竟两个人都长得好看，感觉杨洋私底下的性格应该是挺活泼的，而张天爱私底下就显得比较活泼了。她也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，很好的摆脱了粉丝对两人的成见。不过还没上映的时候，就期待他们二人的作品《舞动乾坤》吧。都说杨洋在这部剧中下了不少功夫，演技应该会更好。不过张天爱的演技倒是不用担心，所以我希望能给你一个惊喜。如果杨洋和张天爱真的在一起了，你们怎么看？